埃尔多安啊，很会操作这个地缘与国际关系。你看，有意思的是啊，这次他一连任，这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他都发来贺电。这实际上呢，你看拜登这贺电发的呀，那可是他捏着个鼻子、硬着头皮啊，这个言不由衷的在做这个表面功夫。由此可预见啊，未来5年。埃尔多安当政的土耳其，那可是会让美国有的难受。对我们中国来说呢，却可能是一种利好。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埃尔多安呢，在第2轮选举之中获胜。此前他第1轮选举的时候啊，拉开的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你看那个西方媒体就特别来劲，就说这个埃尔多安没戏了，这次肯定没戏了。结果埃尔多安在第2轮胜出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媒体不出声了，都不出声了。很显然，埃尔多安当政对他们是不利的。然后呢，各方都要发来这个贺电吧，因为这土耳其这地方啊，它是太重要了，不管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是它所处于的政治的地位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各国肯定是关心这个事情啊。那特别是埃尔多安如果继续执政的话，那后边的热闹可是有的看的哈。所以你看这普京他发来这个贺电里边写的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说呀，埃尔多安能够连任，这说明土耳其人民是支持埃尔多安这个加强国家主权和奉行独立外交的努力，对埃尔多安是肯定的，特别还强调了一个奉行独立外交。这是什么呀？这其实说的就是在俄乌冲突之中，土耳其他不站队美国，他很会搞这个中间的平衡，有的地方直接和美国还发生冲突，逆着美国的事情来干，搞得这个美国是非常的糟心。这一点呢，普京要特别提出来说，对，好，土耳其就应该这么干，应该往下接着按这个路子，你独立的来干。那作为拜登这边呢，他发来的贺电是比较短的。他说，土耳其呢作为这北约的盟友，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双边的合作，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呢，要共同的努力。这话呀说起来真是有点酸溜溜的，比较违心，但某种程度呢，也是要敲打这埃尔多安。就是你很简单，拜登就提出了，作为北约的盟友，就告诉他，你呀还是在北约之中呢，北约的红利你不能白享，很多东西你还是要跟着我这个北约走。虽然这北约我这队伍不好带了，但是呢，这个你作为土耳其来讲，你离开北约也是不行的。这个北约虽然说土耳其它是北约国家，但是呢，它跟美国它还真不是一条心。这美国未来还得忍着，而且你保不齐这个埃尔多安又会给你在未来给你搞出什么事情。你看，就在对俄乌冲突之中，对俄罗斯的态度上来讲，那已经让美国是挺糟心的了。你看啊，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土耳其不就搞了一个说要在黑海要禁航，我要把俄罗斯的所有的军舰都不能再进来了啊！你俄罗斯不要再从你这个波罗的海那边再往那边调军舰了，不许你进来。北约一听挺高兴的，说这一下等于是就断上了俄罗斯从海上的外援。可是没想到人家同时还有一条呢，说这个俄罗斯的船别进来了，那你北约的船也别进来。反正大家都别通过我这海峡，这实际上是帮了俄罗斯啊。另外一个，你看他照样买俄罗斯的武器，然后买俄罗斯的粮食，在粮食问题上，那又站在俄罗斯这一边。最让美国可气的就是他全面制裁俄罗斯的时候，特别是制裁俄罗斯能源的时候啊，那土耳其就说行啊，他们把那边都给堵上了，那些管道啊，北溪该炸的炸，这个该不让出口到欧洲就全给你堵上之后，你从我这儿走啊。然后再往欧洲输啊，这变成一个中转站啊。这总之啊，这个各种事情搞得美国是非常非常的烦恼，而且近期在中东政策之上土耳其明显和美国是不一致的，而在芬兰啊、瑞典要加入北约的这么一件事情上这土耳其是坚决的反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抬高价码，要讲这样那样的条件，搞得美国呢就要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说，土耳其现在是牵扯了美国的很大的精力，埃尔多安不会让你美国来省心的，牵扯你的精力，而且呢，土耳其它会起到一个鲶鱼效应，搅得你这边是不得安宁。那你说埃尔多安连任对我们中国来说，怎么就说可能是利好呢？咱们客观的说其实土耳其和我们的关系只能算正常，对我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多么的友好，而且在有些地方上还对我们是颇有得罪之处。你就比如说吧，他在为了
巩固他自己所谓的这个统治啊，他要回归到他这个所谓的民族本源上来讲，要激起他的民族情绪的时候呢，他就配合美国在新疆问题上，哎呀，搞这个搞那个啊，这是土耳其干过的事情。不过整体上来讲，我们还算跟土耳其的关系算是比较正常吧，双方还都是有很多合作的层面。如果说埃尔多安继续执政5年的话，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好，而且会越来越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势必就要和我们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搞得那么僵。比如说在这个新疆问题上，他就不可能再去更多的去策应美国。而土耳其在那个地区，我不是说了它很重要的那个地理位置吗？在那个地区给美国添各种的乱子，牵扯美国的精力，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件好事啊。